好，战云现在压到了中东国家，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要对伊朗开战倒数了吗？空袭名单现在也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谁来撑腰呢？现在根据了解，中俄的武器都会有办法来撑腰伊朗，那中东是否引爆这种全面的战争？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呢活捉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马杜罗之后，下一个目标现在直接被点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据厉将军的说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动手。现在在伊朗这边可以说是战情密布，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全面启动了所谓的战前的部署了，从各种武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来了，包括了军备、士兵跟航舰、空中力量，现在都往伊朗这边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喊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我们就会对伊朗来动手。” X 平台上面的这个博主，他也特别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体来同步做了一个警告。他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准备新一波这种要做的针对伊朗的瘫痪式的空袭，目标就是要瘫痪伊朗的整体的防空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基地。好，确实现在呢也有民众目击到说，当时啊活捉这个马杜洛的三角洲部队竟然在伊拉克境内有民众看到是现身在街头。好，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过去几天而已，短短数小时之内，也被发现了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跟它的重型运输机，从美国的本土，甚至是从英国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东的方向前进。也有伊朗的民众回报说，好像看到了美军的 P-8A 海上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荷姆兹海峡巡弋。好，厉将军特别帮我们指出了呢，现在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还有增加导弹的技术等等。那么纳坦雅胡其实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以色列没有什么国土的纵深，尤其是跟这个委内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内陆国家，一旦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没有什么可能会遭受很有可能遭受灭国之灾。好，我们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下一步真的会是伊朗吗？那美以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威吓，还是准备进入开战倒数？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攻击，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这个所谓像马杜洛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去年6月12号、6月13号到20号。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袭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战机，那伊朗用的是导弹。那伊朗初期的时候，它所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拦下来，将近90%。但到了战争后半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它自己对空导弹的数量慢慢数量有减少。第二个，它这个伊朗也寻找到所谓突破这个以色列防空火网的这种诀窍，所以它命中率就渐渐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后来甚至有到50%以上这么高的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率。我们看到它后续命中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宿舍被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相关的重要情报设施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命中。那反观的以色列，因为它的拦截的导弹数量慢慢的减少，被消耗光之后，它的防空性能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继续这个补充它的导弹弹药库的数量，然后也继续提升它的导弹性能，提升它作战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说万一开战来讲的话，以色列还能不能够像6月份那次能够拦得住这导弹，可能就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很明显，从这一波的攻击里面，我们发现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对以色列不利的改变。以色列在这边以往之所以能够称霸欧洲，靠的是它强大的制空能力，还有它地面的战车部队。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如果说就导弹攻击来讲的话，跟以往的战争形态有很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那目前得到的讯息是，伊朗不断的在加强它的导弹库的一个扩充跟这个建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从上次的战争检讨，我们发现以色列最后他功亏一篑，美军也功亏一篑。
没有能够彻底的将伊朗的核设施炸毁。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战能力，而它没有地面部队的能力哈。我们看到美军不管是 B-2轰炸机丢的专机弹，或以色列，虽然你就算整个瘫痪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所以造成你功亏一篑。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看到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军这个到这个欧洲去的是 C-5运输机跟 C-17重型运输机。但是运输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装的是所谓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或者是阿帕奇这一类的攻击直升机哈。所以这很明显，如果装载这种直升机，就是对地攻击的武器。第二个还有一架飞机哈，这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它是 C-13是运输机，可是为什么加个 A 呢 ？A 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哈。它在这种 C-13运输机上面装了1.5的这种榴弹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发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这种飞机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那密接谁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哈。这个对三角洲部队，我一个特种部队进去以后，我在空中对你可以实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机或者空中炮艇对你实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研判，美军三角洲部队进去，用这些对地支援作战的这个战斗机到了这个欧洲地区，极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美军这次会采取这个除了说空中作战之外，它很可能会采取对地的攻击。那目标很可能就指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那哈梅尼亚目前好像也策划了他所谓的 B 计划，准备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感觉。好，确实哦，现在确实，我们请导播放到下一张 CG。哈米尼现在确实根据了解是有这种逃亡的计划。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为止，除了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的伊朗补进了非常多的导弹，增强自己的导弹之外，其实中俄也非常的给力哦，给了许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来看。那其实伊朗现在内部也有许多自己的危机，包括它的这个抗议早就已经延烧了快要2个星期了。那现在当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断的爆发示威哦，镇压升级已经造成36人死亡。刚刚特别提到，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给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给它的是数千吨的军用固体的火箭燃料，还有飞弹零组件、长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系统，甚至呢传出这一些都是传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歼10C，疑似还有红旗9B跟歼20等等。那么德黑兰的街头更是拍到了大陆制的反无人机雷射系统神农系统，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俄罗斯了，2天之内2架5架俄罗斯的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传出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一款浩劫攻击直升机，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确实哈米尼是不是已经在俄罗斯的帮忙协助之下，接下来会启动逃亡的这个 B 计划呢？必要时就会到俄罗斯去避险。所以接下来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中俄武器真的要来帮忙了吗？能够打下以色列跟来自于美国的攻击吗？甚至有可能反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有点混乱啊，有很多讯息都是谣言啊。很难去证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的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啊，它的国土面积是164万8000多平方公里，很大啊，它的人口数很多，8000多万人口啊，再加上伊朗的国土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啊，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全部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中切的一个领土里面，基本上它跑不出来啊，而且也作战没办法打进去。而且基本上因为人口数太多，逊尼派的凝聚力很强啊，80%以上都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80%以上都是什叶派的。
这些人，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曾经尝试企图，但是最终不敢用地面部队去打。美国曾经想说，我先把阿富汗打下来，再把伊拉克打下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东西夹击这个伊朗，我就有一个出动地面部队的支撑点。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对于伊朗实施这个密集性的周迫性的饱和性的攻击以后，我再把地面部队打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办法如愿。第一个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据地，因为在阿富汗他占领了以后，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击部队式的袭扰。第二个，他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我们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属于什叶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伊朗的民兵组织就进入了伊拉克，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内却面临了伊斯兰国，也就是逊尼派的对于他的反扑，所以美军卷入在伊拉克的一个作战，所以他2个基地都没办法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国是铁杆的兄弟，美国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来对于伊朗实施攻击。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讲，他根本没有任何切入点，他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所以他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派进去。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够用导弹来攻击，可是导弹的攻击，中程的导弹是昂贵的。以色列如何来炸这个伊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后来是派空军轰炸机进去，美国也是派轰炸机进去，因为这个中远程的导弹是贵，而且产生效果不大，要派轰炸机。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协助伊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红旗9的一个导弹，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这些军官、士官、士兵们对红旗9的使用的熟练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套进去。伊朗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多少套进去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歼10C的一个采购，你采购了到飞行员的训练形成战斗力，这还早，所以它能产生的功能效果，我们不能够把它列入计算。有关于歼20，那是别想，中国大陆歼20是不外销的，所以这绝对是谣言，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打下无人机的雷达系统，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跟美国来讲，放话的成分极多，但是搞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是最高。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内部爆发出一半的省份都有因为通货膨胀而爆发的矛盾跟冲突，这个倒是美国 CIA 的专长。委员又怎么看？那哈米尼现在是很危险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后中俄伊这样，委员又怎么看？美国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不叫打伊朗，他打2样东西：一，伊朗的教师政权；二，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2个性质跟委内瑞拉那个性质又不太一样。目前的伊朗的教师政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要他更动摇了更厉害，他当然会用武力来施压嘛。武力来施压的话，哈米尼当然要藏好一点嘛，因为教师政权的5大家族，说不定就是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因为包括三角洲部队啦，包括以色列的精准炸弹啦，然后要把伊朗的教师政权当作真主党那么容易铲除，也实在是不太容易但是话又说来，又很容易，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没地方逃。你说哈米尼可以逃到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教师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啊，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时机，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师政权的一个方法，因为
伊朗是向来都有世俗政权的传统，伊朗的历史上很少教师政权，这是科梅尼搞出来的，然后教师又不善于经营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像贪污腐败，所以这给了以色列跟美国可乘之机呀，抗议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嘛。那再加上美国的煽动，对不对？那当然会花越搞越多。那第二个就是核武器也会被炸掉啊，当然大概就是2样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这2样，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